裝潢該怎麼弄？客廳最容易後悔的6大雷區，這些做法真的不要碰。先說結論哦，客廳裝潢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像懸空電視櫃，好看是好看，但是它有 bug， 你知道嗎？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那今天我想跟你討論客廳裝潢的雷區，這是一樣，我們來講客廳裝潢的雷哦。一樣，這個是我問漢一陳老闆的，反正我就想到就問，想到就問哈，記錄起來，慢慢拍出來這樣。我先講幾個哦，你應該很常聽到。第一個，懸空電視櫃，這你看過嗎？長這樣，它看起來很潮哦，可以騰出下方的空間哦。掃地機器人就 OK 啦，那有人會在裡面有擺一些有的沒的東西哦，隨便。有人還會打燈，看起來比較漂亮哦。那營造出柔和的氛圍，這樣。那這個優點當然就是不容易落灰嘛。掃地機器人是可以過去的嘛，還有視覺延伸的效果就不會像一般電視櫃一樣感覺很壓迫。好，那缺點是什麼？缺點是它就卡在牆上哦，沒有支撐，而且你的那個牆哦，可能也不是實心牆哦，可能是個輕隔間之類的，所以久了會怎樣？久了會變這樣。好，那你說這個怎麼補？這頂多只能邊緣打個矽利康騙一下自己而已啊。說真的，它整個掉下來應該也是不至於啦。但是你就看到那個裂縫好像有點越來越大哦，看得有點心慌慌。你那個筆哦，放橫的放上去都滾下來這樣哦，有點慌。然後它還有2個缺點哦，首先是承重很有限，設計師會跟你說不要放太重的東西。那什麼叫不要太重？哦，這個又不好說。我的啞鈴一定是太重了。哦，那如果放書呢？哦，把那些櫃子全部放滿書，你看看會發生什麼事？那個就太重。不同的工法、不同的材質哦，會有不同的結果。那另一個問題是，不能夠想換就換，因為這個櫃子是直接鎖死在牆上的，所以它就不像一般的電視櫃嘛，你想要換你就換哦。那變成你一換，那後面可能整個都要拆掉，因為它的那個支撐架哦，每個牌子可能還有不同的型號。好，這個就要破壞牆面咯，反正就是大工程就對了。然後我們繼續講第2個科技布沙發。科技布沙發其實沒有什麼問題哦，相反的，它蠻有優勢的。首先是它有一點那個皮革的質感跟紋理啊，摸起來手感還不錯哦。那也兼具布料的透氣跟觸感，然後同時還防潑水、防污哦，耐磨損啊，色彩選擇也蠻多，價格也親民，所以是一開始很多人買沙發的首選。那你要怎麼分辨呢？像這張 IKEA 的沙發哦，這不用想了，3人座的沙發才賣你5000塊，然後使用的材質是聚酯纖維布料啊，這種就科技布。科技布哦，不是貓抓布哦，它的缺點是什麼？透氣度還是沒辦法跟天然的布料比啊。夏天你沒開冷氣，你坐的話，坐久屁股都開始流汗哦，就這樣。你說我覺得哦好悶哦，然後有品質參差不齊啊，就是你買便宜的哦，很容易會出現什麼布料的表面泛黃啊、龜裂啊等等啊，內部的填充物會塌陷等等的有的沒的狀況哦啊。如果你真的要買這種東西，你就買貴一點的。但你都買貴了，你幹嘛不直接直上天然布料就好？所以它會入榜的原因就是很多人買了以後就後悔啊，就大型的家具要丟它又很麻煩，所以才會變成說不然我忍耐一下這樣。再來你要知道好看但不實用的客廳裝潢哦，然後我們再來講幾個陳老闆跟我講哦，就說客戶一開始跟他說堅持就要，但是後來都打來跟他抱怨的一些裝潢的做法。首先第一個，開放式層櫃哦，就是沒有門片哦或背板來遮擋，採用開放式層櫃的這種收納櫃，通常會放在客廳的電視牆兩側哦，或沙發後面的牆面等等，它長這樣。好，那優點是什麼？優點是增加視覺的效果，有那個空間的通透感，因為它看得過去嘛，讓空間看起來比較寬敞通暢這樣。你是小房子的話，我是推薦這樣子做。我有一集會員影片也是用這個東西來做一房一廳的中間簡單的隔斷哦。那這樣看起來會有一點儲物的功能，然後看起來不會那麼壓迫。就是你直接把那個牆就做起來的話，那就一房一廳又沒有採光了。哦，那再來是便宜，開放式層櫃不用怎麼處理啊，去 IKEA 買，然後回來裝一裝就做好了。哦，那就是開放式層櫃。好，那它的缺點是什麼？其實它也沒什麼缺點哦，缺點在使用者身上，就它開放式的嘛，所以它大概只有你前幾天用的時候好看，你東西擺上去以後就開始變亂了，就這樣啊，也是你自己擺的嘛，那你就自己忍受咯哦。然後一旦亂擺以後，就會變得很阿雜這樣啊。你擺一些什麼書啊、公仔啊這個東西啊，
可能在陽光長期照射下，如果那邊曬得到太陽的話，還會泛黃變色。就說使用者的問題啦，它剛擺好的時候燈打下去是蠻漂亮的。然後我們再來說第二個會雷的裝潢哦，就壁紙。壁紙的優點不用再多說，便宜啊，然後各種花色，什麼莫名其妙的花色都有。現在的技術也很進步，現在不只是花色，連那個紋理都有，紋路都是摸起來凸凸的哦。那壁紙的問題，台灣很潮濕哦，真的是很潮濕，所以你久了以後，壁紙必定會給你出狀況。最常見的就是翹邊哦，翹起來就難看，其實就是看起來很刺眼這樣哦。那它也不會掉哦，不然就發霉哦。然後壁紙一旦剝落破損，就是整面都要換。好，問題就來了，等到你要換壁紙的時候，可能原本買的壁紙已經斷貨了，很常發生哦。或是說你現在貼的壁紙已經褪色哦，然後你想說，紋路一樣，把它買回去，哇靠，有色差，好，全部都要換掉。最後你要知道，設計師不喜歡做的裝潢，不喜歡哦。首先是 L 型沙發。L 型沙發你應該有看過吧，長這樣，說不定你家現在就是最邊邊會突出一塊，讓你說可以躺臥在這邊，那也非常多人擺哦。我自己整理的房子我也是擺一張哦，為什麼？因為它看起來很氣派，我說真的。然後沒人的時候躺着看電視啊，躺着滑手機啊之類的。好，那它的問題在哪邊？你看這張圖就知道了。其實它就是會嚴重的壓縮茶几的空間，除非你客廳很大一顆，那你再擺那種 L 型沙發哦。中古屋就不錯啊，3房2廳的那種中古屋，客廳都很大，你要擺這個就不違和。那如果你是小坪數，你還擺 L 型沙發就很奇怪，你一定擋到陽台的動線的出路，不然你就要把那個躺椅的那一邊放在中間。那客廳如果再小，那你就走到那邊，你要用傘的，就不是那麼理想。你就放一字沙發就好。然後這種 L 型沙發的另一個問題是它很難改格局哦，那個貴妃椅就是這麼長，它頂多就是什麼從擺左邊擺右邊。大概就這樣，那個要選哦。像 IKEA 的話，左邊右邊你一開始就要決定哦。那個不是說，我今天就把它擺到另一邊哦。有特定的型號可以這樣哦。那也有那種一體式的 L 型沙發，反正就是在左邊在右邊，你一開始下單你要選對哦，就這樣。你選錯就會被人去擋你的那個陽台出路，你知道？你陽台出路你都要跨過那個，就很奇怪哦。所以，除非你的客廳很大，不然我會建議你就是一般的一字沙發就好。現在小宅很多人只擺2人座的小沙發，那看起來是很溫馨、很有質感。而且我們台灣人很習慣在茶几上面吃飯嘛，那你在 IKEA 的話叫咖啡桌就是沙發前面擺的那個，大概大家都是把菜飯外帶就搬到那邊打開來吃，大概都是這樣。所以你茶几要大。我們再來看一次這張圖，那個真的是放咖啡用的，對不對這2個桌子能放幾盤菜，放不下，所以真的是不建議哦。當然一樣，你中古屋的空間有大，你就 L 型沙發再加一個大的4方的桌子這也 OK。一家人這樣子圍在一起看電視吃飯沒有什麼問題。我家現在就這樣那這中古屋才有的優勢。那你新房子要有這麼大的客廳也沒有不行，就是要拿錢來換，所以我不是那麼建議。再來是水晶吊燈水晶吊燈長這樣，你應該也不會用了。而且現在很少人裝，極少人裝。你去一些那個豪宅案還看得到那它的優點就是看起來高端大氣上檔次嘛，缺點不少第一是它不好清潔，這個要怎麼清潔？我跟你講，我還真的問過，他說就是請工人請清潔的那個家事服務的，然後拍照給他們看，他們真的會派2個人3個人來，然後來架梯子，然後上去幹嘛？一顆一顆擦，就這樣那個去完灰塵以後，真的是一顆一顆幫你擦乾淨，就這樣不好清潔。你光看這張圖就能想象你要怎麼清如果是樓中樓還喜歡吊那種很巨大的水晶吊燈，那個清潔就是一個工程還要架鷹架，這個設計師都跟我講過，然後爬很高小心翼翼的擦它，因為你在高空嘛，你會怕嘛，你手又要去擦它，沒地方抓嘛一個晃神往後倒，你去扯到那個燈具怎麼辦？就這樣所以不流行。這個東西是這樣在上一輩，我們的上一輩，就大概現在50-60歲的人，在他們年輕也就是他們在我們這個年紀的時候，市場流行的東西是歐風、歐式的風格你去一些老餐廳也會發現，就歐式的風格就是要這樣那個天花板的那個邊邊都要給它雕花線板都要雕花怎樣的，然後水晶吊燈。我去看一些那個中古屋到現在那個屋主比較有年紀了，也都長這樣，家裡都歐風我們現在年輕人都不喜歡
哦，都覺得說這個很難看哦，很老氣。我們現在流行的元素就多了，日式侘寂風哦，北歐風哦，就 IKEA 哦，然後中國傳過來什麼奶茶風、圓弧形哦，奶茶色哦，一大堆。反正歐風哦就退流行，就這樣。水晶吊燈哦，還有一個關鍵問題就是什麼？我們現在的樓高都比較低，所以說變成說你客廳擺水晶燈有沒有搞錯？會變得很壓迫。我有一間房子是這樣哦，就是前屋主就真的擺了水晶吊燈在客廳，然後那個客廳的層高3米哦，層高3米，然後我包天花板，好，我那個有夠低的啦，那個低到連我這種身高我站起來都要閃欸。當然是拿到我就把它拆掉，而且那個拆掉，你知道那經驗也很特別啊，又重哦，在那邊弄。然後整座給他也不知道怎麼拿，因為人又不好提，然後我們在上面又不好施力，所以就直接給他下面墊好東西，直接讓他整座摔下來，摔下來去把它拿去丟嘛。哇，一摸都是油的，你知道那個水晶吊燈上面油的，很鳥，看起來就是很不太理想。我想到啊，應該就是長期的什麼油煙什麼有沒的，一層灰，那個灰想說擦一擦就掉了，黏的。就這樣，看起來那整個水晶吊燈看起來不是很理想。現在年輕人不會再裝這個，有些那個建案的公設還會去用。總之就是年紀較輕的屋主都不會裝這個。你現在租客也比較喜歡比較新潮的東西哦，你很難遇到一個租客因為這個水晶吊燈他要跟你租了。好了，講的差不多了哈，我們今天講了客廳裝潢的雷，那我分析了這些的優點缺點。懸空電視櫃看起來很潮，但承重有限，而且它會開裂。科技布沙發便宜，但質感很參差啊，品質很亂七八糟，透氣性也不好，壁紙就問題多哦，容易發霉翹邊。如果你是商空哦，商業空間，你剪頭髮店還是什麼，那個就再說哦。那維修也是相當麻煩，它以後要全換。結論就是說，客廳裝潢要兼顧美觀跟實用，那盡量不要追求潮流啊。一退流行以後，你就覺得哎，當初花大錢做這個不知道在幹嘛哦。甚至因為那個裝潢，你要去遷就，就要改變你生活的方式。比方說，你客廳正中央你吊了一盞水晶吊燈，然後光線又不夠，然後走路又要閃它，這不就很本末倒置的行為嗎？最後我想問你，你覺得客廳裝潢哪一種最不實用？客廳哦 ，A 華美的電視牆哦，電視牆就是九妹也有去拍一集奢侈品的奢侈工廠，就是個紋路超特別的很美的大理石哦。然後把它很大片哦，超大片的哦，看你要多大片的都有，然後就裁2片，然後把它对拼在一起，它的花紋就會對稱，後面還可以加光板，這樣打光，哇靠，那打下去真是璀璨，真的很漂亮。九妹有一集叫奢侈的，你可以去看，好厲害啊，看起來真是很漂亮。不過我現在講的是實不實用的問題嘛，所以它變成選項，華美的電視牆。選項 B 鋪好看的地毯哦，這個東西又來了，那個又很難打掃，很難清潔，而且鼻子容易癢啊。地毯你就不會每個禮拜都大費周章去把它洗一遍嘛。C 隱藏式踢腳線哦，這看起來高級哦，也美，但是還有造價貴的問題哦。對哦，講個題外話，就是現在的房地產市場很冷清啊，那讓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繼續置產。我的看法是這樣哦，先說結論。現在是對高雄市低總價的中古屋而言，教科書級別的巴菲特，別人恐懼我貪婪時刻哦，真的哦，我沒唬爛哦，因為高雄市的重大建設跟民間投資哦，跟工作人口都還持續的在蓋哦，在成長都沒有停。2026年開始會陸陸續續的啟用或是開幕，而且像台積電的正式上班人數嘛，也都還在成長中，還沒有完全發酵。以現在的自產週期要出租放生滿5年來看，現在真的是比去年瘋狂的去年還要美的進場時間點。我認真我這種重大建設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這裡好，賺不是最多但是穩健到爆。天塌下來了，有預售屋頂着嘛那我都還持續在看呢，你不用怕，因為我們的目標是老了有房也有錢關稅台幣升值就不過是30年自產週期中的一朵烏雲而已，安啊。北高雄、南高雄自產中古屋就找台灣房屋美術之星店林店長處理，LINE就加小老鼠 go 5個 go 加這個 LINE來慢慢看 po 給你的房子，都挑過都有戰鬥力的。反正天塌下來了，有預售屋頂着了，
我們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穩健哦，安啊。台北市、新北市自產就找蕭店長，LINE就加小老鼠掰台北哦，直接看低於實價登錄的房子。最後，請你購買我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我會挑出能夠拉抬房價的重大建設。我的高雄自產作業就直接給你抄，1個月250塊錢，自產高雄之前上個保險非常的便宜。你有購買會員的話，就我回答問題會詳細也認真很多哦。那通常會用到錄音去好好講，這樣沒有買的會員我就簡答。老了有房也有錢，這個目標才是我們的追求。現在就點開資訊欄加入會員，直接開始抄作業。我是買房阿元，加入會員，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講八卦哦，講八卦。今天這集是講裝潢的，又來了哦。我又去591上亂逛一些屋況很糟糕的，然後就抓他的照片，然後直接 AI 改給你看哦。我為什麼要拍這個系列？就是說。要讓你知道說啊，反正現在有那個 AI 的幫助，你還不用什麼花錢請設計師畫完圖給你看，才有得參考，所以很方便啊，又不用錢哦。那所以就是掌握這個技能，可以讓你怎樣？可以讓你挖寶到很多房子哦，真的是挖寶。不然哦，等一下我秀出來的照片，那個屋況一開，我跟你講，你跟你女朋友去的哦，你女朋友就說我要走了，就是這樣。好，我們先來看第一張，這是一個看起來就是暗房的房間，對不對？因為它沒有陽光嘛，而且這個房間這種搭配看起來沒現在進京哦，哎，就這樣。好，那它經過 AI 改造以後，可以變成什麼樣子？哦，可以變成一間臥室。AI 還是有 AI 問題，進性 AI 還是會翻車的。像剛剛那間這個原圖就沒有窗戶，這邊開了一個窗戶。好，那我們就要假設它沒有窗戶。OK， 好，那你看一下這樣子的臥室，應該大家都可以了吧？就沒什麼問題了吧？這就是 IKEA 風啊。啊，為什麼要選 IKEA 風？因為 IKEA 風吼，就你只要點工請人家做完就好了，做基礎建設，剩下你都可以自己搞定。對啊，然後那個風格又討喜，討喜的意思是啊，不然 IKEA 怎麼那麼多人？總不會大家都去吃飯的嘛，然後完全沒有人買家具，不會是這樣嘛？好，我們來對比一下，你看原本長這樣，哎，然後後來長這樣，好，然後我們就假設沒有那扇窗，對啊，這樣是不是大家都能接受了？哦，那燈看就是3顆小白燈是什麼東西，就把它換一換嘛。哦，換成看一下比較亮就軌道燈還是什麼，就把它弄就可以調了。好，那如果這個屋主把它改成這樣才拿來賣，你怎麼可能買得到便宜？我們來看第二個哦，客廳漂亮哦，這個就是中古哦，中古起來就是這樣。你看它的地磚，這地磚的審美我也是很不懂，那底下全部都是不規則的哦，然後它制作也麻煩。現在不會再有新案子做這種東西了，這我們看起來像營業場所。好，隨便就長這個樣子哦。然後天花板重做過那個輕鋼架嘛，我們請 AI 來改哦，可以改成類似這個樣子，那就 OK 了嘛，一樣哦。那個開窗不要理它，但是這整個的布局看起來就會相當的賞心悅目啊，這樣子你的另一半就能接受了嘛？不然呢？不然怎麼辦？那挖寶就是這樣挖，這個要處理也很簡單，這是基礎工程而已。比方說地上你就直接塑膠地板給它鋪過去，塑膠地板不是因為它便宜我才用哦，而是現在塑膠地板建材的進步都很快，所以說現在塑膠地板我最近有用的，其實品質我真的認為很 OK， 又有紋路，那個使用起來已經跟 SPC 差不了多少。那以差不了多少的情況下，我就很納悶說 SPC 未來的客群到底在哪裡？好。就長這樣啊，然後油漆啊，然後天花板我們可能就不要用輕鋼架，因為輕鋼架是很以前的做法，以前一言不合先輕鋼架再說，那就不好看嘛。我們看怎麼重包一次天花板，都是基礎工程，那要師傅了請人家做，剩下家具你自己煮一煮放一放就漂亮哦。好，我們再來看第3個空間哦，也就是通常為什麼這個女孩子都會被中古屋嚇退，廁所要負很大的責任，因為你打開她覺得很噁心哦，就這樣。那你看。長這樣，我會說這間廁所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啊？這個房仲要賣房子，拍照幹嘛不開燈啊？還是已經被斷電了？哦，有可能哦。好，就長這樣，鳥鳥的哦。這個叫你去看屋的時候，你就站進去，把門關起來，在這個黑暗跟臭氣之中，你完全不會想買哦。但是我看一下這個廁所狀況，可能也沒有那麼差啊。對啊，你看它的地板、地磚應該也都重新處理過。
然後牆磚也沒什麼問題哦，至少我們沒看到大面積的剝落。當然這個要現場看才知道哦。那以前的人在做就會，你看他的那個洗手台哦的底下就會浪費那個空間，不去做儲物收納。我們現在也不太會去放過這東西嘛。然後鏡子也是，就一面鏡子。現在喜歡做鏡櫃嘛，還可以放女孩子的化妝品等等。總之長這個樣子。好，來，經過改造以後，哦，可以把它改成這個樣子，沒什麼問題。好 ，AI 的鳥蛋之處又來了，誰會在浴室裡面裝踢腳線？所以我們無視就好。然後那個馬桶會被我們換新啊？怎麼那個泛黃馬桶蓋給它留着？不知道怎麼想的啊。那個毛巾架不會放在濕區啦。哦，大概就這樣。要把它改成這樣，沒什麼問題哦，這個都做得到。而且做這種廁所是簡單的哦，還不是什麼很藝術感的。好，來再來下一個。這個空間哦，有大面的陽光的窗啊，它就是欠整理。它地上那個不知道是什麼，是木紋磚嗎？不知道哦。好，那整理完以後可以讓它長這個樣子。哇，如果是改造成這樣子的房間，就舒適了，對不對？就喜歡了哦，就沒問題了。這個就是帶你又看了一間那個原始屋況沒整理，經過改造以後，哦，裝潢的錢花一花，花這個裝潢錢不會很貴哦，因為這個以這種裝潢你跟設計師要求設計師都賺不到錢的，沒有辦法用一些很繁複的東西，然後你看全部都是活動家具所以說不定你就基礎工程點一點，然後剩下的你就自己處理，就能把房子改造成這個樣子了。好。再強調一次，就是為什麼要有這個 AI 改照片給你看，讓你以後尋寶用的。以後你帶着手機去尋寶，你才不會一打開門看到那個廁所，你就覺得我要走了就不會，可以挖寶的。那你就看能殺得多便宜嘛。那杀得便宜下來之後整理整理嘛，又漂亮了。那你要收租，租金也拉高。那你要自住了也舒服也安全，就這樣。